嘿，听我说，如果你现在还在刷那些几十秒的短视频，想着靠几分钟的资讯就能在这个时代翻身，那我劝你真的可以划走了，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是一场关于命运、财富以及2026年那个即将到来的全球阶层大洗牌的终极剖析。这是我这几年无数个深夜独自坐在电脑前，看住那些冰冷的 K 线跳动，感受着背后血淋淋的人性博弈，一点一滴用我的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心理体悟。我想带你走进我的内心深处，去看看我是怎么在这个充满噪音和谎言的时代，一眼看穿 Nvidia 和 Tesla 这两大巨人背后的毁灭与重生逻辑的。这不仅仅是两家公司的对决，这是人类历史上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路径的世纪大赌局。而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现在手里有几千块还是几千万，你都已经被推到了这张赌桌上，避无可避。我看着现在进入2025年底 Nvidia 的股价，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所谓的泡沫破裂论调，但它依然稳稳地站在$140到$150的高位，市值在3月5日兆美金附近疯狂试探。你心里是不是也在发毛，想着这台全世界最大的印钞机到底还能赚多久？我想起我当年第一次重仓 Nvidia 的那个下午，太阳很大，但我心里却是一片冰冷，因为当时身边所有专业的投资朋友都告诉我它太贵了，说它只是一个过气的游戏显卡商。但我当时看住那些大模型的演化，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如果未来的世界是由算法和数据驱动的虚拟天堂，那么 Nvidia 的晶片就是通往那个天堂唯一的阶梯。黄仁勋这个男人，他眼里的火光，那种对加速计算近乎病态的20年如一日的偏执信仰，让我意识到他卖的从来不是戏片，他卖的是进入下一个文明纪元的门票。现在全世界最聪明的一群人都在抢这张门票， Google、微软、Meta、亚马逊，这些富可敌国的巨头拿着几百亿美金在排队。这种盛况让我既兴奋又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凉，因为我知道当全世界都达成共识的时候，往往就是大厦将倾的前奏。我们要看数据，不要看情绪。 Nvidia 最新的财报显示，单季度数据中心营收已经冲破了300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它每1秒钟都在吞噬掉数万美金的利润，而它的毛利率竟然还维持在 75.4% 这种反人类的水平，这意味着它在 AI 算力市场拥有绝对的定价权，谁敢不买它的 H200 或者是刚出货的 Blackwell？ 如果不买，你就意味着在 AI 竞赛中彻底掉队，这种被迫的军备竞赛支撑了 Nvidia 过去2年的神话。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冷酷的现实，2026年将是卖铲子的人最危险的时刻。根据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的预测，2026财年 Nvidia 的营收增长率可能会从现在的翻倍降低到 20% 左右。为什么？因为边际效应递减，当 Meta 砸下100万颗晶片建成了巨型集群后，如果它无法在广告推荐或元宇宙应用中回收这几百亿美金的成本，资本市场会瞬间翻脸，到时候那些排队的订单会变成砍单的噩梦。这就是我说的巅峰恐惧。我在想，如果 Rubin 晶片在2026年推出的时候，市场已经饱和了怎么办？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半夜2点喝着已经变凉的黑咖啡，盯着那些复杂的供应链数据时最真实的焦虑。我看着台积电2奈米产能的争夺战，我感觉到了一种暴雨将至的沉闷。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被无数精英嘲笑，被华尔街无数次试图钉在十字架上的疯子马斯克，他正在带领着 Tesla 进行一场更为原始、更为血腥的突围。你看现在 Tesla 的股价在经历了2024年的低谷后，随着 FSD V12 的全面推送和 Robotaxi 业务的曙光，股价已经重新回到了$350到$400区间，市值重新站上1.2兆美金。你可能会觉得它已经涨到天上去了，已经泡沫化了，但如果你真的听懂了那些真正看懂底层逻辑的牛市分析师喊出的2026年$800甚至$1000的预测，你就会明白，这场关于物种演化的戏才刚刚进入第2幕。Tesla 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家卖车的公司，如果你还在纠结它这个月在中国卖了多少辆 Model 3，在欧洲掉了多少市场份额，那你真的这辈子都没法在金融市场赚到认知以外的钱。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深夜，在那条没有路灯的公路上开启 FSD 的时候，我看着方向盘在没有任何机械连接的感觉下，像是有灵魂一样精准地避开那些乱穿马路的单车，在最复杂的十字路口进行那种只有老司机才有的心理博弈。那一刻我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马斯克在做的是把细机的大脑直接装进我们这个碳基的物理世界，
这是一场跨维度的降维打击。NVIDIA 的大脑是在恒温机房里吸着空调的，它是静止的，但 Tesla 的大脑是跑在全世界几百万辆车上的，它在风吹雨淋中进化，这种进化速度是呈指数级爆炸的。我们来算一笔技术账，到2026年 Tesla 的 AI 训练算力预计将超过100个 exaflops， 它拥有的真实道路行驶数据将突破100亿英里，这是任何对手都无法跨越的数字鸿沟。当 Optimus 机器人不再是舞台上那个摇摇晃晃的玩具，而是真正具备了端到端神经网络，能够走进工厂甚至走进家政服务市场的成熟产品时，分析师预计每台机器人的毛利可能高达 50%， 这是一个比汽车大10倍、100倍的市场。2026年，当全球数百万辆 Tesla 同时激活 Robotaxi 功能为主人在睡觉时赚钱的时候，你觉得现在这点股价的震荡还算什么？但我必须告诉你，投 Tesla 真的太痛苦了，那种心跳加速到想吐，看住账户财富因为马斯克在 X 上的一句疯话就缩水掉30%的绝望感，我亲自体会过。我曾在无数个凌晨看住美股盘前的大跌，质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那种被身边所有懂财务的朋友说你被洗脑，说你迷信偶像的孤独感，才是投资这条路上最难跨越的护城河。如果你没有那种看穿未来10年的冷静，你根本拿不住，你只会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个5分钟割肉离场，然后在股价翻倍涨回来的时候，躲在屋子里后悔的想撞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2026年是普通人阶层洗牌的最后一张船票，因为到那时候所有的 PPT 都会变成具体的营收，所有的幻想都会被数据拆穿，谁在裸泳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今天之所以要把这些掏心窝子的话讲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真的活得太卑微，太难了。我们被过剩的信息淹没，被房贷和车贷压得喘不过气，现在还要被 AI 威胁说我们要失业了。我们太需要一个翻身的机会了，一个能让我们彻底改变家族基因，让孩子不再重复我们老路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就藏在这些科技巨头博弈的石缝里。你不需要成为顶尖的工程师，你不需要有几千万的原始资本，你需要的是那种在迷雾中死死盯住灯塔的洞察力，是我这种在失败中爬起来无数次后练就的直觉。我自己在布局什么？我不仅仅是在买入他们的股票，我是在投资那些 AI 能落地、能真正解决人类痛苦的细分领域。我在研究算力成本下降后会爆发的创意产业，我在研究自动驾驶会如何重塑城市地产的价值，甚至我自己每天都在强迫自己学习怎么用 AI 工具来重塑我的思维结构。这就是我能给你们的最真诚的赚钱建议。不要只当一个坐在沙发上的看客，你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去学习如何与机器共生，去寻找那些因为算力爆炸而导致边际成本骤降的新商业模式，这才是普通人真正的唯一的逆袭路径。2026年，当这个世界彻底变了样，当街上到处是自动驾驶的车和帮人工作的机器人的时候，你是那个在路边迷茫鼓掌的人，还是那个早就在驾驶位上掌握了财富主动权的人？这一切的结果全都取决于你现在听完这段话后的每一个决定。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带有温度的思考，这些血淋淋的数据，这些我半夜惊醒时的感悟能给你带来哪怕一点点的启发或者前行的勇气，请你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分享给你身边最想一起致富的朋友，并点击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我们在评论区深入聊聊你的恐惧、你的怀疑以及你对2026年最疯狂的梦想。我会在那里一个一个回复你们，我会在那里陪着你们一起等那个未来的到来。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最后我也得用最严肃的语气提醒你，虽然我讲的热血沸腾，虽然那些预测数据听起来像是天堂的钥匙，但这一切仅仅代表我个人的疯狂想法和对这操蛋市场的一点观察，绝对不是什么保证发财的财富密码或投资建议。金融市场比我讲的所有故事都要残酷10000倍，它是一个会吃人的怪兽，随时可能让你辛苦积攒的本金粉身碎骨。你有你自己的大脑，你有你自己的钱包，任何投资都有风险，甚至有彻底归零的风险。你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财务状况评估清楚，千万不要为了追随别人的梦想去赌上你现有的生活。你要做你财富的主人，而不是情绪的奴隶。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希望那时候的你已经站在了赢家的那一边，加油！